大家好，我是小夏。在很多朋友的催促下呢，我今天终于做了第2期关于贷款利率的视频啊。今天呢，咱们来讨论一下15年和30年的贷款相比，到底应该怎么选择，还有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该怎么考虑。尤其呢，在现在这个低利率的环境下吧，15年的利率和有一些浮动利率的贷款真的是非常的吸引人啊。所以我最近也收到了很多的私信。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说我个人的一些建议。所以这个又会是一期想要投资房地产就必看的视频了，希望大家不要吝啬，多多的点赞和留言。那首先呢，是15年和30年的贷款相比，那15年贷款能拿到的利率更低，总的算下来一共还的利息就更少，这已经是个常识了啊。之前呢，我看有朋友留言说，如果15年的贷款，就15年的贷款能不能批下来吧？它其实是不一定的。对于买房的人的收入啊、信用分数啊要求会更高，不然的话呢，当然就应该选15年的了。这句话的前半段我是认同的啊，因为呢，你每个月的还款数目升高了，银行肯定是要考察你有没有能力偿还这么多钱的。所以呢，对于自住房来说吧，这笔钱完全就会和你个人的净收入相关。对于投资房来说呢，如果现在这个已经房子里面有租客吧，那如果你有租约，并且上面写的这个租金能够 cover 这个更高的月供，或者说呢现在没有租客住，但是呢你可以拿到一些市场调研报告啊，市场就是报告证明吧，一旦这个房子出租就可以承担这个还款的要求，那一般银行的批准呢并没有那么难。但是呢，这个留言的后半句话我不是特别的赞同啊。我并不认为只要你能拿到15年的贷款，就一定要选择15年的。因为呢，即使总的利息还得少，但是你同样会失去一些现金流，也就相当于失去了一些用来继续投资的钱。从另一个角度想啊，其实你从银行贷了一笔房贷，就相当于你用房贷的利率借出来一部分钱，你可以去做投资。比如，如果15年的贷款一个月还3000，30年的贷款一个月是还2000块，那选择30年的贷款呢，一个月其实你就多了1000块钱可支配的现金，一年呢你就多了12000。那如果你能有一些稳定的投资，回报率能在8%到10%的话，这每年的12000呢就能持续为你多带来一些回报。而你因为贷款时间长，需要付给银行的利息只有3%的话，就相当于只要你能够用多出来的这个钱做到比3%更高的投资回报率，那你为什么要提前还款给银行呢？当然了，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如果你早日还清了贷款，那15年以后这个房子升值了很多，你呢就可以把这部分的 equity 再抵押房屋再贷款拿出来。也就是说呢，你之前花50万买了房子，15年以后呢这个房子价值100万了，那你呢就可以找银行去做抵押贷款，最高呢能拿到这个房价的80%，也就是说你其实能一次性的拿到80万。那你继续买房或者去做别的投资呢，也都可以。那如果你用的是30年的贷款，同样在15年的时候呢，你做 refinance 就肯定拿不到这么多钱，因为银行呢，就算在同样的估值下，它会用这80万减去你剩下的还没有还完的贷款。那如果说就是考虑到这个差价和你可能拿这笔钱能做到的投资回报率，那肯定就更复杂了。所以我才想说，就是这2种贷款没有绝对的好和坏，要看你对自己的财务规划和风险承受能力而决定，还要根据你自己的年龄和收入做一个综合的考量。如果你觉得你生活中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会有一些大的家庭开支或者医疗开支，那高月供肯定会带来更大的压力。比如，如果我是一个40多岁的人，上有老下有小，可能我就会比较偏好选30年的，因为慢慢还呗，以后再说以后的。那这里呢还有一个替代的办法，就是如果你在现在这个时刻暂时没有想好，你不知道自己多出来的可支配收入能不能做到高于贷款利率的回报，或者呢你去买股票，或者你去买基金，或者呢你觉得你现在的工资和开销相比呢，负担一个15年的贷款，这个每个月的月供会有点卡脖子，不是特别富裕。又或者你并不知道自己10年、15年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打算，那你呢就可以先申请30年的房贷，用30年的贷款开始。
一旦你的收入增加，或者说你有什么别的规划，或者说这个房子升值很快，然后你想要能尽早把这个房子就是 cash out 出来，那你可以每个月多还钱。在美国提前还款是不会罚款的，所以你每个月多还了钱，最后你一共还的利息呢肯定就会减少。只要你有能力并且有这个意愿，你就可以缩短支付期限。那当然了，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你15年把30年的贷款还完了，你一共还的利息肯定还是会比最开始选择15年的贷款要多一些，但是总比你还30年要少，对吧？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想说，这个里面还是有一定可操作的灵活性。那听到这里的朋友觉得怎么样呢？有什么问题都欢迎继续的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觉得我讲得好的朋友呢，记得点个赞。第一次来我们频道的朋友呢，就快点关注小夏和老麦吧。我们的频道标语就是人生追求财富自由，希望咱们大家都能够一起赚钱，一起理财，一起 happy。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下第二种利率，也就是浮动利率的贷款。现在呢，有很多贷款啊，比如说它前5年、前7年是一个固定利率，而且呢，肯定会低于15年、30年的贷款你能拿到的利率。但是呢，在这个年限之后，这个利率就会变成浮动的，比如它的条款一般会写说是 LIBOR 加上几%。那你该怎么做决定呢？这种类型的贷款呢，其实就相当于你是在赌一个未来利率。那如果未来的利率升高了，那按浮动利率呢，它就会不断升高你每一个月的还款数目。如果未来的利率不怎么变动，或者还降低了，那你肯定就是赚大了嘛。但是说实话，这种类型的贷款呢，我在比较早的时候用过。当时呢，我并不是买房，只是有一些别的个人贷款的需求，我选择了带浮动利率的。那一开始我的利率只有2点多，同期呢，别人拿到的固定利率可能要3点多，接近4。但是结果呢，后来利率就开始上涨，2年以后最高的时候我付到了5%以上，所以就有点不划算了。那我后来呢，就选择提前一次性全还清了。所以说，这种浮动利率的贷款呢，一定是存在风险的。但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适合用这种贷款呢？比如咱们说有的房子比较便宜，你现在的手头现金呢只是不够全款买，或者你买的时候就想好了，前面这几年呢你就打算快速的全都还清，那这样你就不用考虑浮动的事儿了。又或者呢，比如说你知道这个房子会是一个比较短的投资房，你没有打算长期持有，要不然就是做一做翻新啊，要不然就是过几年你觉得升值会差不多，你打算卖了，或者你打算换房子，那你呢也可以考虑这种利率。但是如果你买的房子本身的价值比较贵，或者你需要长期持有，比如出租挣租金，那我可能呢就不会选择这种带浮动利率的贷款，因为这相当于你给你自己的投资增加了一个并不确定的风险。其实没有什么必要啊，毕竟在过去的10几年里，房贷利率曾经有高到10%以上的时候。今天的利率低，并不代表未来5年、3年、5年、10年的利率环境。那这些呢，就是我今天想说的主要内容啦。不知道大家听完了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欢迎呢留言，也欢迎素质3连哈。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